荡，到处都充满羡慕的目光。可当你在外面受了伤，是谁为你点亮关怀的灯光，为你疗伤？你说你成熟大方，天下无双，轻易放心上，和朋友便不四面八方。可当你经受挫折失望，是谁让你找回信心和力量？一水撑不了海洋，一人力量大。只要家人在身旁，相信再大的困难也变成过往。无论大事小事，大家一起扛，它一定让你远离感伤。无论伤心开心，大家一起唱。可只有这样，就会有天堂。无论幸福祝福，大家一起想。它一定让你充满希望，无论艰难困难，大家一起担，勇敢去闯，家是快乐的负担。test 他一下咯。test 什么？ test 他会不会捧狗币，会不会招呼客人？对。招呼客人谁不会啊？啊，会呀、，OK 咯。那我要3片螺蒂，1片咖椰膏，1片只要牛油不要咖椰，1片牛油咖椰膏膏，1杯狗币欧膏，1杯狗币欧得3度。你又华语又马来话又福建话，很乱呢。这么我在开门做生意嘞，客人由你选呐、记不记得？当然记得啦，3片螺蒂，1片要咖椰，不要牛油，不是，是要牛油不要咖椰，不是，3片螺蒂不要咖椰，不要牛油。哎，你神经病啊！不要咖椰牛油来这边怎么？回去买个白面包回家吃算了。你突然之间讲一大堆，我哪里会记得了？我都没有心理准备。不要说是我啦，就算是根数啊，也记不到啦。哎，那又不是哦，我都记得哦。3片螺蒂，1片咖椰膏，1片只要牛油不要咖椰，1片牛油咖椰膏膏，kopi o 膏1杯，kopi o 1杯，teh 1度。喏，这就是真功夫喽。那根数也不是一下子这么厉害的吗？那倒也是了，慢慢来啊，慢慢来。听到没有？那你会捧狗币吗？捧个币那么容易，谁不会啊？那来喽。来，过来这边。就捧喽，谁怕谁，乌龟怕铁锤。来。还有这杯嘞？一杯杯慢慢来啦。你神经病啊！生意好的时候让你一杯一杯来啊，3杯一起来了。那你去喝咖啡哦，有没有看人家这样捧的？没有。没有哦。等，让嘉龙教你怎么捧吧。看好了，这是最简单的了，1杯、2杯、3杯，哎，我还可以捧4杯、5杯嘞，看好哈。根叔啊，那以后我做工之后哦，就慢慢学喽，慢慢学我就会的。那你的工钱以后再慢慢加啦，什么都不会，还要1200啊！哎，鼓掌，我看给了800就够了喽。喂，你又不是老板，你安静啦，你变态的啊。这么我看你不爽不可以呀、根叔啊，那就1100咯。你看我有这样多文凭，1100很值得了。根叔啊，好吧，1100了。哎，鼓掌！喂，喂，龙哥啊，是你啊？我买一些东西买给我哥吃的，可是我现在走不开了，你可不可以帮我拿给他？你哥？他没有去找你咩？没有啊，他搬走了啦。搬走了？他为什么会搬走？他搬去哪里？我为什么不知道？哎呀，你一下子问这样多，叫我怎么答啦？
老高在不在？不在。不在。哎呀，我过去再跟你讲。哦。你看，好多东西都是现成的。哎，来，这里还有个油锅，我们这里可以放点碗盘，搞一搞，弄一弄，下个星期就可以开档啦。妈，你真的要卖炸鱼啊？对呀，卖炸鱼啦，炸鸡翅膀啦，炸薯条啦，既简单又节省成本，好过卖什么鸡饭呐、馄饨面呐、麻烦的要命。而且呢，你可以帮我，你在快乐鱼多少也学了点本事吧？学是学到了，不过真正的本事，他没有教我。他怎么会教你呢？你又不是他亲生的。不过炸鱼而已嘛，有什么大不了的？谁都会炸啦。那可不一样啊！它炸出来的鱼味道特别不同，它有特别秘方的。什么特别秘方啊？全都是骗人的。以前我跟你老爸在一起的时候，我可从来没听他说过有什么特别秘方。但是阿公没有传给他啊。哎呀，那都是他们乱吹的啦，主要是想吸引顾客上门而已。改天等我们的档口开了，我们也可以吹说我们有特别秘方。炸鱼而已嘛。还不就是油一滚，沾了面粉，丢到油锅里，等炸到金黄色就捞起来，吃了它，谁还去管这么多嘞？妈，你以前跟爸在一起的时候，你有没有到店里帮过忙啊？有啊，我每天都有去啊。可是那个老混蛋见到我，每次都骂我个不停。后来啊，不去了。你是说阿公啊？就是那个老家伙喽。他死了没有？他现在可以喝粥了。还没有死啊？哦。真是天没眼哦！妈，不是我要揍他，他当我是眼中钉，每次看到我呢就骂我狐狸精啊、害人精啊，还要拿刀砍我。你都不知道我有多可怜呢，被他们全家逼得我走投无路啊！喂，安哥啊，2个大包，2个烧麦，2杯狗币。大包2个。喂，大包在那边，你眼睛看这边干什么？小心瞎掉，老低过，再看就要来收钱。妈，你不要人家骚扰你，你就不要穿成这个样子啊。哎呦，女人没有人看很显的，那就证明我有女人的魅力。不是我夸口啊，以我这35C 的身材，穿上泳装，2个飞弹弹啊弹的，肯定要很多老低沟嘞，流鼻血的。妈，不要说那么大声啦，以后我们还要在这里开店啊。怕什么？我15岁就出来混了，谁敢动我1根毛，我就让他变老高。妈，我要回去了。这么早回去干什么？他每个月不是给你几百千，吃完了包再走吧。我刚才拿店里的钱，账目都还没算，万一你是怕被那个臭女人发现是不是？没有那么准的啦，即使被他发现了又怎么样？他哪只眼睛看到你拿钱啊？你跟他来个死都不认，他能怎么样？我开档做生意，刚开始的时候呢，可能还要贴点钱，你就拿店里的钱来贴。我还有一笔定期啊，2个月后才到期，我看我先拿出来用吧。你不要那么笨，你现在拿出来，连利息都不见了。大包来喽。安哥多少啊？3块半。那谢谢。你还是要从店里面拿。我跟你说，做人呐，不能心肠太软。当年你妈呢，就是因为心软，才被那个臭女人赶了出来，搞到今天这个地步。你现在拿她一点钱，只不过是在帮我报仇，一点也不要觉得不好意思。能拿多少就拿多少，反正她以后也不会分给你1分钱。龙哥，你明知道我狗有病，你说让他走，就算他走，你应该跟我讲吗？你应该阻止他的，他发作怎么办？是不是他发作把他赶走？喂，我怎么知道你狗会发神经的哦？我们的8868给他烧掉了嘞，我错了没？现在我家人冤枉我，你也怪我，妈的！现在连我妈连150块都不信任我啊，10多20万嘞，就这样被烧掉，你知道我的 feeling 是什么吗？我没有要他赔，已经偷笑了啊！我还不够义气啊！你要我怎么样？你他妈的要我怎么样？对不起啊，龙哥，对不起啊。
也没有赶他走，是他自己走的吗？他走了，我们也不知道。我还以为他会来找你嘞。对不起，都是我的错，我应该这样照顾我狗的。哎呀，不要讲这些啦，我认了啦。人家说钱去了人安乐吗？没钱也不会死。那如果你担心他，就打电话回去看他有没有回家咯。龙哥，怎么？我赔给你，赔什么？那些烧掉的钱我赔给你。你怎么赔？你以为10块啊？算了啦。不是啦，我看他有这么多张的文凭，我也不好意思捡他咯。嘿，我们现在是要请一个捧咖啡的，要这么多文凭来干什么？哎呀，老婆，现在不管做哪一行的最注重的就是员工的素质。你看啊，最近政府也花了这么多钱重新训练这些工人了。那员工素质提高呢，生产力才能够提高嘛，那公司可以赚更多的钱嘛。哎，我觉得我们应该请一个除了会捧咖啡之外还有这个创意的员工，你说对不对？创你的头啊！我们现在是要请捧咖啡的，要创意来干什么？你现在给他1000亿啊，我可是损失惨重啊！那怎么办呢？不请都已经请了。好了，算了，等他来了再说了，到时候才一样从他身上扣回来。股长，我几片面包来吃嘞，我饿死了嘞。好，你坐。你有没有搞错啊？你怎么可以眼睁睁看着快乐鱼就要落入别人手中？你不管，还在这里吃裸丁？哎，你讲什么？我都不知道你在讲什么了。我跟你说啊，现在可是生死关头啊！哎，我现在不吃东西啊。哇，这么，哎，你讲这么，还不是为了你，害我踩到玻璃。哇，你踩到玻璃又关我的事？当然关你的事了。我本来想过去帮你说几句好话啊，可是一过去那边，我就发现了一个大阴谋啊！我怕被发现，就赶快跑了。谁知道一踩，就中标了喽！哎呀，不要讲这个啦，什么大阴谋？我怀疑啊，赶你出来的幕后黑手是威廉。马屁精？是啊，还有啊，那150块是他偷的，他偷了之后呢，就嫁祸于你，害你被你妈赶出来了。他有这样聪明咩？扮猪吃老虎啦！他扮猪做什么？哎呦，你真的是笨到可怜呐！当然是为了快乐鱼啦，他要把你们1个2个都除掉，因为只要你们在的一天，就是他的障碍，所以他就想办法破坏你跟你妈的感情。除掉你之后呢，他就向佳倩下手，然后就是你老爸，把全部人都除掉之后呢，快乐鱼就是他的喽。哎呀，你忘了还有妈的嘞，妈的哪里有这样笨？你妈的跟威廉落地来了。干嘛？我又不是聋的这么大声。哎，你的电话。哪有电话？不要吵着嘉龙吃东西嘛。嘿，这可是关系到我们罗家主业的生死啊！他是长子，我一定要让他知道啊！嘉龙，你妈跟威廉，又吃鸡蛋。好啊，来一个嘞。你妈跟威廉，隔壁。OK。你走开啊！你妈跟威廉有路啊！什么？哎呀，你这张嘴巴不讲话会死啊！他们敢做，我为什么不敢讲啊？哎，姑姑，你不要这样讲妈的嘞，我会跟你翻脸的嘞。哎呀，你姑姑只是胡说了，不要听她的啦。哎，裸弟可以乱吃话不可以乱讲嘞。我乱讲？我要不是亲眼看到，我怎么敢这么说啊？你用你的脑去想一想啦，你妈的
对威廉是不是很好啊？是很好啊。不只是好，还是好到出面了。对你这个亲生儿子都没有这么好，对不对？还有啊，你再想一想啊，你妈的宁愿相信那个威廉，也不相信你，还打你，还把你赶出来，对不对？可是这也不代表他们有路吗？哦，可能哦，马德是中了威廉的降头。哎呀，不只是这样啦，我今天看到他们两个偷偷的从后巷回来，你妈的还哭嘞，然后威廉就用手这样抱住他，然后就 kiss 他咯。kiss， 只是多了一个 kiss 的。刚刚想到的吗？你有没有看清楚？如果没有的话，不要乱讲，害死人，你知道吗？总之啊，我一眼看过去啊，看到威廉在 kiss 你妈咯。哎，姑姑，你不要讲到就讲哦。如果真的哦，你跟我过去讲清楚，我就把威廉王打到扁扁了。好心你啊，不要那么冲动啦。那就算你现在过去把他打死了，他也不会承认呢。到时啊，你妈还会恨死你，连母子都没得做啊。哎，这样也不是，那样也不是，那你要我怎么做？如果是请保持冷静，听我说，以大局为重。你是长子，你责任重大，你呀就想办法好好的保护快乐鱼，别让它落入别人的手中。这当然了。所以你一定要忍，小不忍则乱大谋。还有，他们一定以为你不敢回去啊，你就偏偏的回去。回去之后呢，就用2只眼睛好好的盯住他们，然后再慢慢的找证据。什么证据？当然去看他们还有没有偷偷的溜出去喽。溜出去又怎样？哼，倒是就是姑姑我出马了。他们俩一盘沙拉饭。老兄，我们看一个男的高高瘦瘦，戴眼镜，斯斯文文的，跟你差不多一样高，大背包的。没有。谢谢。阿娇，你在找你哥哥啊？你知道去哪里吗？他走的时候我们都不知道啊，我以为他会去找你啊。他没有。那你有没有打电话回家去问啊？我问了，他没有回家，所以我很着急。你先不要急，我帮你找嘛。谢谢。你哥哥有没有什么朋友在这里？没有。那你们有没有什么亲戚在这里呢？也没有。啊，新山，他有没有朋友或亲戚在那里呢？即使有，才不去找他们的。我哥这个人最讨厌就是去爬凡人。我家来新加坡，我在学校很多次才来的。想不到。你不要担心啊，以你哥哥的聪明，应该不会有事的。我担心他的病，他的病发作就……你先别急，一急你就慌了。你哥哥一个人不可能四处乱跑的，他一定要找到一个可以落脚的地方。可是就不晓得他身上的钱够不够。他没有钱，我要给他钱他都不要。我最担心的是，他连吃饭的钱都没有。那他也不可能去住旅店了。啊，有了！我知道这附近有一座主屋就快要拆了，很多住户都已经搬得七七八八了，而且我还听说很多流浪汉都进去里面住呢。我们去外面找一找好不好？好。那我说的就是这里了。我们到里面去看一看。好。阿娇，阿娇，哥。
你干什么？你没事吗？没事。你不要自己乱跑，这里很多流浪汉，很危险的。哎呀，你怎么了？我的脚下扭伤了。已经肿起来了。来来，我背你，我背你。哦，不必了，我可以的。你自己走下去，那不是伤上加伤吗？来来，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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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真的不必了。不要婆婆妈妈了啦！真的不用了。哎呀，快点上来！1、2、3，哎呀，你不要乱动啊，要不然2个一起摔下去就不太好了。啊，我会不会很重？你这么轻，我很快就把你背到楼下了。你真的可以吗？你放我下来吧。可以，没有问题的。你放我下来吧。谢谢你。我以前当兵的时候啊，背过一个80多公斤的胖子，走了100公尺。不过那是8年前的事啊。糟了，我的脚这个样子，又找不到我的狗。你放心，我保证一定帮你找到你的狗。要不然的话，就让老天爷惩罚我再背个大胖子往上爬10层楼。OK？看到我就怕，分明是心里有鬼了。龙哥，你回来就好了。跟老板娘道个歉就没事了啊。老板娘才刚刚上楼了。大哥，大哥你怎么了？龙哥，你干嘛那么盯着我看呢？你哦，我又怎么了？一定要忍，小不忍则乱大谋。没事。你回来干什么？妈，大哥回来就算了。他不回来，我更开心，那代表他还有骨气，不想看到我的脸色。我不回来哦，有人就更高兴嘞。是啊，我更高兴啊，这样店里的钱啊就不会莫名其妙的飞了。他怎么可以这样呢？钱明明是他拿的，我该不该把真相说出来呢？人家养儿子，我也养儿子，为什么我就会养出像你这样的儿子？哎妈的，我的钱你都拿去了咯，为什么一直在讲？敢做这样的事啊，就不怕人家讲？对咯，敢做就不怕别人讲咯。可是我没有做吗？你们为什么要讲我拿？那我的钱你都拿去了咯，我现在没有钱，我不回来我吃什么？哦，你现在是没有钱吃东西了才回来啊？要是你有钱的话，是不是连这个老妈子都看不在眼里啊？你最好给我出去，不要回来。那我回来哦，是要看住这间店呢。我是罗家的长孙，我有责任保护这间店。你看他说这样的话，你连一条鱼都炸不好啊，还敢这么大口气？算了，妈。如果有骨气的话，被我骂2句的话，早都跑掉了。你看他是没有饭吃了才回来，还敢说这种话。如果我把这间店呢真的交给他，这间店怎么倒了我都不知道啊。妈的，我不是没骨气哦，我是不服气嘞。我没有偷，你说我偷，哪这么大的死猫要我吞下去？
你以为我吞下去就不用吃饭了？我回来吃饭很过分了？怎么说？我也是姓罗的嘞。姓罗的这怎么样？就是你是姓罗的，我才觉得羞耻啊！罗家怎么会有你这样的儿子？我真的是感到难过呀！我本来都不想听的，你口口声声的还说你没有偷钱，威廉，把他赶出去！算了，妈。老板娘啊，你就给龙哥个机会吧。马屁精，你不要假惺惺哦！你待在这里做什么啊？把他轰出去！妈，算了，大哥，快点上楼去。不准上楼，马上给我滚出去！我为什么要滚？我说过我要看住这些店，我是罗家的长孙，我偏不走。你待在这里做什么？把他轰出去呀！你敢？轰他出去！你动手看看！威廉嘛！妈，不要这样啦。雅西，他这种人是无药可救的，你不用帮他求情的。如果我让这种人呢留在这个店里，他迟早会把这间店的钱呢偷到倒啊！妈的！钱不是大哥偷的，是佳倩拿的。你哪只眼睛看到我拿了？今天下午我看你拿了3张50块就出去了。你乱说！我没有乱说，是我亲眼看到的。我以为你有急用，可是你回来后一句话也不说。妈现在把大哥赶出去了，你也经济不出声，我觉得你这样做就不对了。你爱怎么说就怎么说，反正我一早就知道你看我不顺眼了。我没有，我只是实话实说。他哪只眼睛看到你拿钱啊？你跟他来个死都不认，他能怎么样？总之我没有拿过1分钱，你爱怎么说你就去随便说个够吧。不过以后你要指责人家，请你拿出证据，而不是靠一张嘴巴随随便便冤枉人。佳倩，够了，不要这样说雅西。我一早就知道你们是一鼻孔出气的。算了，以后啊谁都别提这件事情了。威廉，关店。哦。大破！佳倩，佳倩，雅西，你为什么说是佳倩？大哥，是我亲眼看到他拿的。哎呀，反正马德都认为我拿的咯，就由他讲咯。可是妈现在要把你赶出去啊！哎呀，又不是第一次。哎呀，他要讲就当他是唱歌啦，我可以忍的嘞。我是在帮你啊。那总之，以后我们的事你不要管啦。老婆大人啊，你已经2个小时17分又12秒没有跟我说话了。You jump, I jump. You moody, I moody. You cry, I cry. 我哪里有 cry 啊，神经！老婆大人，你终于开口说话了。哎呀，老婆大人啊，你这次啊生气了2个小时20分12秒啊。那我向你发誓，从今以后呢，我不会让你生气超过这个时间。我不是生气，我知道，我是委屈啊。我懂，我好人难做。我了解。我里外不是人，我自讨没趣，我自寻烦恼，我发火，我鸡婆，我。哎呀，为什么要出火？骂吧。是。哎呀，好响啊！我还想打人呢。来吧。啊不是啊不是啊不是！哎呀，哇！你打得舒服吗？很舒服。我是觉得很爽啊。老婆大人啊，我真的以你为荣啊，因为这足以证明呢，你已经把我家人呢当成你自己的家人了。因为如果你不关心他们的话呢，你就不会开口，你就不会烦恼，你就不会骂shit，你就不会把人打成这个样子。不要再说了，我已经决定，以后呢不再说话，不再开口。明天我去上班，我宁可面对我那些客户啊，也不要面对你那些兄弟姐妹。
大姐早，雅琪，二舅妈早，上班啦。哎，佳琪呢？她今天要进手术室，所以一早就去医院了。哦，你脖子怎么了？有到了，要帮我按一按。哦，好啊。昨晚睡得不好啊？这几晚都睡得不大习惯，到脖子了。当然了，你睡到家里啊，又大又舒服的床，而且啊 ，Daddy 还要帮你按摩，多舒服。按什么？他没这么好死啊！有啊，我看过的啊。我小时候啊，睡在你们的房间的时候，看过 Daddy 啊帮你按啊按，从头按到尾呢。你这边笑笑笑这样。你说什么啊？哎呀，真是的。唉，文文啊，这不是按摩，这是做某种事的前奏啊！要死了，在小孩子面前胡说八道。哎，他懂得还比我们多呢。这些小朋友他们现在所看的书啊，都是从美国 import 进来的，什么 Alice 啦、Lizzie McGuire 啦，10多岁开始就牵手接吻，什么都做了，对不对？我还有看其他的书，就好像我在看那个朱自清的《背影》。哎，难得现在还有人看朱自清啊？二舅妈，你有读过《背影》啊？读过啊，短短的一篇，不过已经很感人了。就是说我读这篇文章的时候啊，也想起我 Daddy 的背影。小时候啊，我 Daddy 送我去上学，一直到我走进校园，他才离开。我呢，就转过头看着他，他越走越远的，变得小小的，看得我只想哭。哇塞，文文，你真是我偶像哎 ，so special！ 哎，我看你至少有朱自清80%的功力了，其他的小孩子有谁知道谁是朱自清啊？我看连猪八戒的名字都没有几个人听过啊！现在新加坡的小朋友有99.9%都受美国书的影响，他们的头脑啊早就受污染了。小舅没有这么夸张啦，我们也有头脑啦，知道什么可以学，什么不可以学。你们呢，不要老是怕我们变坏，就不准看这个看那个。人呐是要成长的。还有啊，你们不能老是期望你们的孩子看来看去都是3只小猪、人鱼公主。小孩子啊，对这个世界充满好奇。你们做大人的就不能滥用你们的权利，动不动就不准我们这样，不准我们那样，而是应该引导我们。文文，你的功力又进步了。他最近参加学校的辩论队，整天辩这个辩那个，烦死了。哈哈哈，这叫作茧自缚。哇，小舅你的华文不错啊！开玩笑，小舅舅我可是专业的舞台剧演员呢。而这呢，就是培养未来总统奖学金得主的下场啊。现在每个孩子都是这个样子的。这也难怪啦，我们的下一代啊，深受美国的影响。美国的小孩子啊，最喜欢挑战父母了，将来还要等你受。搞不好过几年之后啊，他连妈咪都不想叫你，他干脆叫你Lucy。什么 Lucy？帮你取个洋名啊。没有，我才不要给我妈咪起那么老土的名字。而且呢，我也永远不会叫我妈咪名字的，因为呢，我们不论怎么变都是华人，华人最尊敬长辈的，这是传统美德，一定要保留下去。文文，你真的很棒。佳倩啊，你的米粉好咸啊！你是不是跟江青有仇啊？丹姐，真的是有点咸啊。以后你煮的时候要慢慢放，要先试一试啊，吃的太咸会掉头发的。干什么？喂，就算你加了水再炒，也是一样不好吃的。整天这个样子，脸黑黑的。妈咪，小黑把米粉倒掉了。干什么？我说他几句发这么大的脾气？算了，大姐，气死人了！整天把家里的人当成仇人一样。到底谁得罪他了嘛？哦，是不是因为脚的事情又在发脾气了？整天以为我们在害他，其实关我们什么事啊？这是意外啊！当年大哥也是好心才背你去医院的，谁知道半路会发生意外呢？大姐啊，别再说了。其实这件事是我不好，是我昨晚做了一些事令他不开心，你别怪他了。什么事啊？也没什么，不说了。是不是有关偷钱的事情啊？你怎么知道？这个家还会有什么秘密啊？大哥告诉你的。其实这件事，佳倩偷店里的钱多少钱啊？妈得知道吗？大姐别那么大声。其实这件事可能是个误会，我只是看到佳倩从收银机里拿了些钱。你说够了吗？佳倩，你说吧，你收给全世界人，你我都不怕。佳倩，我只是。
件事可能是个误会，我只是看到佳倩从收银机里拿了些钱。你说够了吗？佳倩，你说吧，你说给全世界人听，我都不怕。佳倩，其实我只是说你可能有急用拿了钱，回来忘记说一声，那就会是大哥拿的。他自己有钱有急用，干嘛不拿自己的，拿店里的钱呢？有时候身上一下子没有带这么多钱，也是有可能的嘛。那也要交代一声啊，拿了不说就是偷嘛。三姐一天难得开口说一句话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哎，他拿了不开口啊，就不要怪人家怀疑他，而且他不能够对雅喜大小声啊。相处这么多年了，你又不是不了解他的个性啊。那就是他不对了，全家人迁就他、纵容他，所以才会这么没大没小。没这么严重啦。怎么没那么严重啊？我是他大姐，雅喜是他二嫂，跟我们两个人脸黑黑，还把米粉倒掉，分明是做无声的抗议嘛。大姐，我觉得有时候你说话要公正一点啊。你不要忘记了，三姐每天早上一大早起床就做早餐给我们吃，之后还要洗衣又抹地，辛辛苦苦做完这么多事情之后，还要听到人家在背后批评她。如果换作是你的话，你会不会生气呢？他不喜欢可以不要做，要做的话就心甘情愿。我知道你是维护着他，我这个人是帮理不帮亲。大姐，我跟三姐虽然是另一个妈生的，可是我从来没有想过，也没有刻意去维护三姐。我也是帮理不帮亲，对事不对人。好了，这件事可不可以就这样算了？算了又怎么样？难道三姐会告上法庭啊？不冤枉都已经冤枉了。你看，分明是一个鼻孔出气的，还说什么帮理不帮亲。哎，真是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！妈咪，我肚子好饿啊！哎，雅喜啊，那你帮我做早餐好不好？我现在赶时间，他9点要上课，不能饿肚子的。烤面包好吗？烤面包吃腻的，我看随便做几个 omelette。那应该不会太难做吧？二舅妈，需要帮忙吗？我从来都没有做过 omelette 的。那就不要做哦，我们吃面包。不行，我不可以让你妈咪看不起我啊。我了解，做人的媳妇呢不容易的嘞。那应该很简单的，只要把蛋打一打，然后放入平底锅煎一煎，再对折就行了。对啊，可是最好能包些火腿啊、番茄啊这样的。哎，好啊，看看冰箱有没有这些东西。哦。阿尤啊，拿过来吧。哦。二舅妈，我是娘跟大家提住。为什么你这么问呢？因为我发觉呢，现在的年轻人啊，结婚后都不喜欢跟家人一起住，只喜欢过2人世界。所以现在的老人啊都没有人理，就好像我阿公阿妈这样子，大家都推来推去，不要跟他们一起住。他们那么老了，还不能安享晚年。其实啊，我也想过2人世界的，因为又自由又不会那么麻烦。我从小就是跟妈咪2个人，简简单单的，不像在大家庭啊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性格，复杂的要命。那你为什么不要搬出去住？因为我知道你二舅啊很爱他的家人，我不可以那么自私，要他顺着我的。你不自私，可是你很笨嘞。哎，我也知道我笨，当然新人做了决定就不可以反悔，就好像我答应妈咪一样，要做 omelette 就要把它做得最好。要不然就好像对困难低头，以后对自己很没有自信的。难怪你的事业那么成功。是个小秘密，你听，但是你不可以告诉别人的。OK， 我是你绝对值得信赖的好朋友。其实我是一个很没自信的人，每次我要见大客户的时候啊，都会非常紧张。那时候呢，我就一定会跑去厕所里面，然后做深呼吸，然后用烘干机烘干我的手。干嘛？那我跟人家握手的时候，手就不会冰冷了吗？哇，你那么紧张啊！但是我知道，要让自己在这个社会有成就呢，就一定要让自己充满自信。所以每次我从厕所出来呢，就一定会带着自信的脚步、自信的笑容，还有自信的伸出手。温温小姐你好，我是司徒雅喜，今天我要跟你谈怎么做出好吃的 omelette。二舅妈，你那么随意，谁会相信你没有自信？对呀，当其他人对我有信心的时候，说也奇怪，我的自信就来了，我会变得越来越有信心，越来越成功。所以我告诉我自己啊，当我遇到困难的时候呢，我一定不可以退缩，相反的，我一定要克服。所以我就住进来，看自己能不能适应。不过我看不容易，
唉，我也是这么想。那你想你能忍耐多久？3个月吧。我看很难哎，顶多30天吧。哦，你那么看不起我的？不是我看不起你，而是，有时候啊，连我都觉得坐在这里很烦呢。不过还好，我还有这个知音，那我也不会太闷呐。哎呀，糟了！又放了天人。哎呀，你快点把衣服换下来，然后去泡水，要不然就洗不掉了。番茄我来切。那谢谢啦。怎么样？可以了吗 ？OK， 可以了。你看你，你的脸好脏啊！你也是这把刀不够力，可是还是切好了。好了，可以开始做我们的 omelet 了。来，先开火吧。行了，现在放一点点油。我问了，现在这些火腿跟番茄是不是要放在蛋里面一起搅？好像不用，要上要。应该不用啊，若放在里面的话，那这些东西就不能包在蛋里头了。哦，对哦，你很聪明嘞。Yes， 小小的omelet是难不倒我们的。现在呢就先放蛋。OK， 很漂亮嘞！原来这么容易的。好啦，现在可以放少许的番茄，少许的火腿，很香哎！香吗？一定很好吃。哎，好像可以翻了。不可以用这个的，这个会把它弄坏的。酒店的厨师好像是这样敲的，敲了之后呢，下面的蛋就会卷起来。真的？试试看啦。舅妈，好像不可以耶。对呀，我的手都痛死了。我们刚才放的油太少了，不够滑。没关系，我大力点。早餐做好了吗？好了，舅妈做的。蛋很好吃。我改做 scrambled eggs 了。赶快放下一天工作想法，等待你的回视角，温馨的牵挂。别为受点伤而害怕回家，等待你的回视角，温暖的回答。不管生活多忙，世界多大，想让你忘掉疲劳，再出发。回家，把微笑带回家，你就把微笑快乐都想家，幸福就变得无限扩大。回家，把热闹带回家，把关怀都想家，将烦恼沮丧全部